美国如愿了，我国丢掉了美国最大进口国身份，排在前面的都是谁？在2023年，我国从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下降到第3位，墨西哥成了第1名。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与中国脱钩计划的顺利进行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。根据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，2023年中美贸易总额为6644.51亿美元，同比下降11.6%。其中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5002.91亿美元，下降13.1%；自美国进口额约1641.6亿美元，下降6.8%。进口与出口双双下降，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361亿美元。这一数据占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总额的40%，但是仅从单个国家来看，美国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。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，2023年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4270亿美元，我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。分析认为，美国从中国进口降幅最大的是计算机、电子产品、化学品和药品等商品，这些都是美国的政治敏感领域。目前占据第1名的是墨西哥，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总额为4750亿美元。美国商务部认为，这一数据是中美脱钩取得一定成绩的表现。根据美国国内的论调，失去中国廉价商品之后，美国民众将会承受一定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。2023年，中国对美出口降低之后，美国消费者价格年均上涨3.4%，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2月份环比上涨0.3%，与预期一致。在中美贸易中，中国长时间保持贸易顺差，美国认为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较少，因此从特朗普时期就想与中国脱钩，摆脱对中国产品的依赖，为此实施了一系列举措，以促使企业离开中国。以苹果为例，过去苹果90%的手机在我国生产，现在开始向印度转移。2023年，印产苹果手机的产值占苹果全球销量的9.6%，预计在2023年将上升至25%。除了印度，美国还将越来越多的工厂迁往越南和墨西哥，同时对我国产品加征关税。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服装、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，这些产业附加值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，逐渐实现从低端到高端的全面脱钩。那么美国成功了吗？没有。2. 美国第1与第2大进口国，第1位和第2位分别是墨西哥和加拿大。美国固然想与中国脱钩，将制造业逐渐迁回美国，实现再工业化，但是新冠疫情的发生极大地打击了全球供应链，因此美国企业不得不寻找近岸供应。而墨西哥和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，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中国的替代者和美国政策的受益者。其中，墨西哥受益似乎更为明显。墨西哥位于美国南部，面积约196.44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.28亿。2022年，墨西哥的 GDP 约1.2万亿美元。相较而言，墨西哥经济比较开放，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。墨西哥有丰富的石油、天然气、铜矿、金矿、煤炭、油矿等资源。依靠这些，该国有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，发展较好的产业有石化、电力、冶金、矿业和制造业等。墨西哥经济依赖外部市场，主要出口商品为原油、工业制成品、石油产品、服装、农产品等。加拿大位于美国北部，国家东部、西部和北部分别濒临大西洋、太平洋和北冰洋。该国面积9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892万人。但是由于国家纬度偏高，大部分国土气候寒冷，因此人口主要分布在南部美加交界处和五大湖附近。加拿大有丰富的钾矿、油矿、金矿、铁矿以及石油和天然气，其中油气资源基本都出口到美国。2022年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8040.48亿美元。3. 中国能否被替代？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，在美国贸易伙伴排名中也没有太多变化。这次比较出挑的是墨西哥，在美国禁按外包的政策下，墨西哥在时隔20年后再度成为美国第1大进口国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能够被取代呢？答案是不现实。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和贸易壁垒，迫使制造业回流，目的是实现再工业化。但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，因为为了规避风险，
中美两国的大量企业开始迁往墨西哥。2023年，我国的对外投资增长11.4%，墨西哥是重点之一。我国对墨西哥的零部件出口比2017年增长了2.6倍，电池出口也持续增长。而且我国不少企业在墨西哥建厂，在这里生产的产品将贴上墨西哥的标签进入美国，这些企业都可以从美墨贸易协定中获得优惠，规避掉美国对中企加征的高额关税。也就是说，尽管一些公司将部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，但是原材料和零部件依然来自中国。这些国家只是起到中转站的作用，中国制造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。但是在美国的统计数据中，这部分商品的记录却并不是来自中国，所以美国脱钩计划的效果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显著。墨西哥现在的实际定位更像是亚洲的越南、菲律宾等国家。根据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与墨西哥贸易额1002亿美元，对墨西哥出口815亿美元，自墨西哥进口187亿美元，对墨西哥贸易顺差628亿美元。可见墨西哥对中国仍有很强的依赖，谈不上取代中国。